美西方为抹黑中国再打新疆牌。近日，一些西方媒体接连炒作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并在英国召开听证会调查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证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既不合法，更不可信，只不过是少数人炮制的又一场反华闹剧。上周五，一个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在英国伦敦开庭，举行为期4天的听证会，号称在收集和分析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听取众多证人的证词后，煞有介事地要就新疆所谓种族灭绝问题进行审判。维吾尔特别法庭顾问对外反复强调，该法庭谨遵法律程序，拥有9名独立的陪审团成员，将绝对奉行公平和公正原则。然而，深圳卫视注意到，自诩客观公正的维吾尔特别法庭通过网络直播听证会时，对原本开放的评论区进行了强制禁言。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是一个预设立场、专门供美西方反华势力攻击抹黑新疆、干涉中国内政的伪法庭。因为它其实是以私人担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的。换句话说，维吾尔特别法庭完全是一个民间自发群体，和法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盗用了法庭的名号而已。况且，即便从民间组织的角度来讲，维吾尔特别法庭也是一个非法机构，并不具备英国2011慈善法所规定的合法组织所应有的章程和托管理事会等条件，且没有获得该法要求慈善组织所应得到的政府资金支持。从维吾尔特别法庭的网站可以查到，其背后最大金主是疆独组织世维会。此前，由于一直与东突恐怖组织东伊运等勾连，谋划暴恐分裂活动，世维会早已臭名昭著。为进一步对新疆进行分裂，去年6月，世维会拿出10万英镑，开始谋划成立一个独立的人民法庭来调查新疆是否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现象。此后，该法庭装模作样地开展了一轮众筹，但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仅募集到7000多英镑，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源于世维会。分析指出，所谓众筹不过是为掩人耳目和虚张声势。世维会呢，它的全称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它是来源于境外几个东突组织，其中包括我们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可以说，世维会是一种打着这种民主、打着人权旗号的这种分裂组织。当然，这个世维会就是当前在境外最活跃，也是最受西方反华势力青睐的。在最近，我们知道西方掀起的这种涉疆的这种恶意炒作过程中，可以说世维会完全是充当了西方这种恶意炒作的这种抓手，或者是马前卒。而据美国调查性报道网站灰色地带介绍，操纵世维会的实际上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向世维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包括2016年以来直接提供的128.4万美元，以及为其附属组织提供的上百万美元额外资金。今年初，澳大利亚公民党下属刊物《澳人警示服务》整合发布了一份长达40页的报告，揭批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新疆作为恶华抓手，支持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其情报机构通过支持泛突厥主义来削弱中国，实现维护单极世界的目标。其中，披着非党派非政府机构外衣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拿着美国国会的拨款，在世界各地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2004年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向世维会这类海外组织投入876万美元，用于反对中国的新疆政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就是境外东突组织的最大的资助者，也是他的很多的，比如说舆论反宣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一些支持者。比如说世维会搞一些活动，比如说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搞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所谓的发布会，然后国家民主基金会呢都给他提供所谓的各种资助，然后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头目呢也出面为他站台，为他叫好。除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世维会这2个大小金主，协助维吾尔特别法庭启动的还有帮凶种族灭绝反应联盟。这个组织于2019年底在英国议会成立，联合创始人之一裴伦德是臭名昭著的反华政客。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裴伦德先是鼓动英国律师机构取消何君尧的律师资格，又串联罗冠聪在英国控告英籍港警。他参与创立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更是明晃晃地在官网声明，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民主国家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在种族灭绝反应联盟中，还有多名被中国官方制裁的反华政客和人士，比如和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一同杜撰所谓涉新疆报告、抹黑中国的英国上议院工党成员海伦娜·肯尼迪，以及此次伪法庭的庭长杰弗里·尼斯。
尼斯表面看是个国际人权律师，实际上是国际人权圈声名狼藉的滥诉专业户。近几年，尼斯与境外反华势力建立起了联系，开始了一系列抹黑中国的举动。修例风波期间，也不乏尼斯积极搅浑水的身影。他曾为乱港头目梁天琦写信求情，还是号称关注香港发展的人权组织的乱港外国势力香港监察的赞助人。有观察人士认为，对于尼斯来说，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人权，而是其背后金主在意的战略目标，以及他能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在为期4天的所谓听证会中，还有一群熟悉的演员作为证人出席，分别扮演受害者和专家。其中一名叫沙伊拉古丽沙乌提巴伊的证人声泪俱下，称自己是教培中心的受害者，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酷刑和医学实验，和被迫吃猪肉。实际上，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官员的介绍，沙乌提巴伊从未进过教培中心学习和工作过，他本人不仅作风败坏，还涉嫌犯罪。更夸张的是，维法庭甚至还找来一名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多利坤·艾莎来当证人。他对外谎称家人被关押，母亲死于再教育营，但他的真实身份正是市委会的头目。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艾莎撒谎成性。他于1994年5月出境后再没回国，母亲则是因病去世，根本不存在被教培中心迫害一说。此外，从维法庭公布的听证会材料中可以看到，靠污蔑中国成名的所谓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也在专家证人之列。在新疆问题上，他的无中生有、精心构陷、学术造假早已为人所不齿。据报道，该维法庭计划于今年12月提交报告，并宣称无论判决如何，将由国家、国际机构、商业公司、各类社会机构以及个人来决定如何应用法庭的判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既不合法更不可信，只不过是少数人炮制的又一场反华闹剧。这个维法庭其实跟法律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盗用法庭的名号来搞反华的政治和舆论操弄，纯粹是对法律的亵渎。这样一群人搞的所谓审判，不过是一场拿法律当儿戏的表演而已，只会让世人更加认清涉疆谎言谣言的卑劣。